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凯特电台，我是 Eric。这一期我们不讲增肌，我们来关于一下自己的腰，因为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年纪轻轻，却常常伴有腰酸腰痛的问题。那么引起腰部不适的原因有众多，但最为常见的，恐怕大家都听闻过，就是腰肌劳损。这里我们先来看以下几种情况。腰部常常出现酸痛和胀痛，可能还伴有烧灼感，而且疼痛的范围比较广，并不是局限在某一两点上。如果弯腰时间过长，比如说洗个碗、拖个地，或者是频繁的搬重物，疼痛感就会加强，感觉腰都直不起来了。劳累时会加重，休息时又能减轻，揉捏和热敷后疼痛感又可以得到缓解。腰痛会受到天气和气候的影响，比如说阴雨天或者是寒冷潮湿的气候会让疼痛感加剧。如果你有以上一种或者多种情况，那么大概率是腰肌劳损导致的。我还这么年轻，又不干重体力活，又没女朋友，怎么会腰肌劳损啊？的确，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眼中，腰肌劳损这个词势必和重体的劳动挂钩。比如说，每天要搬运大量重物，腰部肌肉反复的收缩和拉长，从而引起了动力性疲劳和肌纤维损伤。然后又在腰部肌肉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又继续过量的使用它，最后腰肌劳损。但一个不干体力活，长期坐椅子上办公，或者是坐教室里听课的人，又怎么会腰肌劳损呢？这就要说到腰肌劳损的另外一个成因，就是久坐。比如说，当你坐着敲键盘的时候，我想绝大部分人会选择这种弯腰驼背，看起来更为放松的坐姿。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啊！在这种姿势下，你的腰部肌肉，比如说腰方肌、多裂肌，也包括我们所熟知的腰背筋膜和竖脊肌，它们不仅会被拉长，还要担负起你整个上半身的重量。所以虽然你的腰并没有用来反复的搬运重物，但是却长时间持续性的承受了一个固定的牵张拉力，这样也容易引起局部组织的这个微小创伤、肿胀和充血。长此以往，就容易发展为慢性下腰损伤、腰背肌筋膜炎这些容易产生疼痛和不适感的无菌性炎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腰肌劳损。这种情况其实比重体力活引起的腰肌劳损更为普遍，也更容易被人忽视。那么对于腰肌劳损，我们该如何应对，以及该如何去避免和预防呢？我们主要从2个方面入手：腰部的功能性训练和正确习惯的培养。我们先来看训练，这里我设计了一套练习方法，一共涵盖了7个动作，都很简单，人人都可以做，也不需要用到任何工具啊。接下来我会带着你们一块去完成。这里建议大家将视频添加到收藏夹中，方便以后每天进行跟练。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第一次训练，3、2。第一个动作是俯卧挺身，目的是舒展我们的腹部肌肉。我们先用双臂支撑起上半身的体重，让腹部一周的肌肉，尤其是下背部肌肉保持放松，不要用力。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做起来有点困难的话，那我们就换成用肘部来进行支撑。这个动作我们一共完成30秒。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对下腰和臀部的肌肉进行放松拉伸。我们先将一条腿固定在另一边的大腿外侧，并尽可能的让足部往臀部靠拢，然后将肘部靠在膝盖上，稍稍加一点力，让身体往反方向进行旋转，然后保持住。每一次我们完成30秒。接下来我们再换到另外一边。
下个动作是腹式呼吸，不同于胸式呼吸，腹式呼吸主要利用腹腔的扩张来为肺叶的伸缩留出空间。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呼吸的节奏，腹腔会呈现上下的起伏，吸气时向外鼓出，吐气时向内收缩。练习腹式呼吸能更好的激活腹腔一圈的肌肉，让它们更加有力，对腰部起到更好的保护。这个动作我们一共完成15次。下个动作是反向6点支撑，哪6点呢？双脚、双肘以及两侧的肩膀。我们收紧腰部和臀部肌肉，让膝、臀和肩处在一条直线上，并保持住，同时用肘部使劲撑向。
不然你一边在做着训练改善，一边又在不断的重复做着错误的动作，这个就像是你打算减肥，然后每天都坚持运动，消耗了大量热量，但是一边又在不停的吃着各种垃圾食品，你说能瘦吗？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彻底改善和预防腰肌劳损，第一个要解决的生活习惯就是久坐。如果你的工作和学习让你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椅子上，那我的建议是每隔3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走动走动，3-5分钟即可。如果你老是会忘记，那我这里教给你一个一石二鸟的办法，就是多喝水。这样既解决了水分摄入不足的情况，也让你不得不起身去厕所走动走动。那要是忘记喝水怎么办？第二，我们要学会如何正确的做。首先，你需要挺直下背部，用你的坐骨而非是尾骨去接触椅面。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做，可以想象自己长了一个尾巴做的时候不要坐到你的尾巴，要让开它。然后我们将我们的下巴往回收，想象你故意挤出双下巴的感觉，从而让脖子回归到正确的位置。最后，我们在此基础上将上半身从前倾的姿势调回到竖直面，最后再找一个能贴合当前姿势而且对腰部提供支撑的椅子。我们通过这一系列操作，上半身的重量就会正好落在你的坐骨正上方不会往前倾倒，也不会产生任何不良的弧度，因此你的腰部肌肉就不会一直处于这个被动拉长和持续对抗上半身重量的负担之下。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好你的腰部。此外，这里再多教你们一个小技巧，采用腹式呼吸能让你更容易的维持正确的坐姿，保持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除了坐，我们还需要学会如何正确的捡东西和搬重物因为这个也是在我们生活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动作。通常来讲，我们会习惯这样去做。但其实这才是更加合理的方式，一来减少了腰椎不必要的弯曲，二来可以更多的利用腿部发力，从而减少腰部的受力。第三个就是睡眠我们的床不宜过软，不然腰部会过于屈曲，当然也不宜过硬，否则腰部和床之间的空隙就会过大，会让腰部缺乏支撑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腰部的不适感。我们可以用拳头来按压床垫，如果凹陷2到3公分的话为最佳。此外，我们睡眠时还可以在腰部和膝部下方放2个小靠枕来提供支撑这样可以帮助脊柱维持在正确的生理曲度上。以上就是我认为一些比较有用的针对腰部改善的方法，希望你能坚持练习，腰越来越有力。但如果你本身有腰突而非肌肉层面的酸痛，比如说出现了放射性痛感、针刺感、串麻感，我建议你最好去医院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查，并及时进行治疗。好，这就是这期全部内容。这里是 Eric 电台，关注我，给你最较真、最科学的健身方案。我是 Eric，咱们下期见。